你们知道仙逆中最为悲惨的女子是谁吗？只因算计了不该轻易招惹的亡灵，导致被亡灵吃豆腐并无限封印。书接上回，那中年男子低头看了一眼亡灵消失的方向，抬头对着姚希雪缓缓说道：“第一道断你破，接下来是第二道。”说着，他右手再次抬起金芒，好似一条金龙咆哮而出。姚希雪见状，一拍储物袋，只见一枚血符在其手中出现，然后立刻碎裂，大量血光浓郁的散出，将那金芒化作的金龙包裹在内，抵挡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中年男子再次开口说道：“第二道剑气算你接下，现在是第三道。”说着，其手指之上金芒再次一闪而出。姚希雪尽管面色红润，但内心却是极为兴奋。以往第三道剑气来临之时，他已然是身受重伤，但现在由于亡灵成功的接下了第一道剑气，所以他此刻体内仙力足够，对于接下这第三道剑气，他的信心前所未有的充足。姚希雪深吸口气，迅速变化手印，在那金芒临近的瞬间，一个圆形的血色阵法在他手中出现，但听砰的一声闷响，血色阵法崩溃。至于那金光，则是融入了姚希雪体内。这金芒一旦入体，对于经脉与肉身危害极大，唯有以仙力抵抗，才可化解金芒之威。就在其体内仙力与金芒对抗的最关键时刻，一道残影从平台之下几乎瞬间便来到了平台之上。他头戴草帽，左手虚空一抓，姚希雪的储物袋立刻飞出。与此同时，他右手一指便点在了姚希雪的眉心。在这一瞬间，一股摧毁性的力量直接顺着其眉心进入了其体内，所过之处经脉寸断。姚希雪身子一晃，整个人被生生抛出3丈，落在地上之时，一道灰气在他眉心闪烁，形成生之烙印，覆盖其全身。他嘶声道：“亡灵！”姚道友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亡灵手中拿着姚希雪的储物袋，平淡的说道：“眼下一切都是他暗自筹划而出，可以说从发现这里是此地的终点之后，他便有了想法。”你好卑鄙！姚道友给在下假丹，更是隐瞒了进入此地的危险。王某只不过略作报复，不需这般夸奖。我父亲血族若是知晓此事，你就死定了。即便你是天云子的弟子也无用。况且我在来此之前，已经开启了一粒血魂丹。闻听此言，亡灵冷笑一声，回应道：“我为何要杀你？你有血魂丹可以复活，但要使用此丹，应该是以身亡为前提。我以神通封印你全身，此刻你体内仙力半点全无，我看你如何去死。”说着，他上前几步来到姚希雪身前，右手直接向其胸口摸去。片刻后，收回时手中拿出了3个储物袋。姚希雪眼中羞辱之色浓郁，几乎咬牙切齿，死死地盯着亡灵。他修道多年，从未与男子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。亡灵把储物袋收起，微笑道：“姚道友，你我做一笔交易如何？我打算封印你，直至你寿元断绝。不过在这妖灵之地内，500年已是极限。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给你减50年，如何？”“问吧。”第一个问题，你为何如此着急进入洞府？然而听得询问的姚希雪却是把头一甩：“我就是想进去，没有原因。”这是你自找的。亡灵目光一寒，双手掐诀，顿时打出一道道禁制，形成一个禁制之圈。然后他一把抓住姚希雪，一甩之下便扔在了禁制之圈内。风一字之下，禁制之圈立刻把其内的姚希雪包围，几乎瞬间便形成了一个禁制之球。亡灵右手一照，此球顿时飞入他的储物袋内。做完这一切，亡灵转身看向石门下的中年男子，说道：“我是否有进入的资格？”“你2人共同接下3道剑气，自然有资格进入。”亡灵闻言不再废话，直接踏入石门。石门内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处好似凡人皇宫一般的阁楼群，一股淡淡的仙力在四周弥漫。在他前方100丈外有一个巨大的丹炉，丹炉在向前数百丈处则是一座3层阁楼。亡灵打量一番，这丹炉以及阁楼皆都有禁制封印，甚至就连阁楼下面的3阶台阶，每阶之上都有封印。根据他看过的一些典籍记录，亡灵知道这种整体封印的手法传闻是仙界之法，也称之为仙境。随后亡灵谨慎的查看之后，进入了阁楼。阁楼内空无一物，即便是桌椅都没有留下半个，禁制也是几乎全部都被人破开。不过随着亡灵的观察，他确实发现这些禁制破除的痕迹表明并非是同一人所破解，至少有3种不同的破解之法。其中有一种方法，亡灵曾在一些古籍上看到，名为梅花18禁。在阁楼内以这种手法破开的禁制占据了一大半，显然是同一人所为。在这阁楼之后，则是一道长长的回廊，行走在这回廊之上，亡灵步步小心，走出了约10里后，此处回廊有了尽头。尽头处回廊分成3个方向，仔细查看，少请亡灵尝试在3个方向分别走出数丈，随后回到原位，目光一闪，直奔右侧道路而去。谨慎的前行中，忽然亡灵脚步一顿，此地前方10丈有一处厅榭，这厅榭之内圆桌旁有4个石凳，圆桌之上放着一个酒壶与几个杯子。亡灵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这厅榭10丈内静止完整，没有丝毫破除的痕迹。他退后几步，仔细地观察起来，渐渐的其面色越来越凝重，只因这厅榭内的静止，其内竟有数万种变化，如若不能全部推演而出，一旦踏入其10丈之内，定会引发禁制之危。另外最重要的，那擅长梅花18禁之人并未来过此处，另一人来到这却是选择了退避，也就说明这厅榭所处之位无人去过。亡灵深吸口气，眼内有兴奋之芒闪过。他进入这洞府内，所见一切都是被人风卷残云后的残骸，这就好似是进入了一座宝山，可却发现这宝山早就被人挖空。眼下在他看来，这厅榭便又是一座宝山。压下心底的兴奋，亡灵索性盘膝坐下研究起来。时间流逝，转眼间过去1个月。这1个月，亡灵已然忘却了
一切，他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处于别人的洞府之内。在他眼中，唯一的事情便是破解这个禁制阵法。又过了1个月，王林自信这禁制的变化他虽说没有全部掌握，但破除此阵的把握却是有了50%。这一日，王林神态从容地站起身子，来到了听谢10丈外，计算之下向前踏出。他神态从容，每一步都是他在脑中推演了无数次，最终才可以确定。王林知道，若是自己一步走错，那么身处这禁制之内定会受到强猛的反噬，伴随着他一步接着一步。没过多久，王林的身子就踏入了听谢之中。然而在这一瞬间，听谢四周10丈立刻闪烁明亮的光芒，在其后方如同拨开云雾一般展现出一假山之地。除此之外，更有竹林引路。一个平淡的声音从虚无间飘来，落入王林耳中：破开禁制，便暂时获得了拥有这洞府的资格。只要你不死，便不会有人再进入这里。这声音传来的瞬间，一道金芒从远处飞来，这是一枚只有手指大小的水晶令牌，此为洞府之令，持此令可进洞府。王林深吸口气，目光投向这听谢。桌椅之物他没有去看，他的目光重点落在了那圆桌之上的酒壶，右手好似闪电，直接一把将其抓住。王林打开壶盖，一眼就看到在这酒壶内留有约10滴的美酒。挣扎少顷后，他倒出1滴吸入口中，一股微醺之感顿时在其体内涌现而出。慢慢的，他身子斜靠在一旁沉睡过去。时间流逝，1年的时间过去。这一日，王林缓缓地睁开双眼，他记得自己喝下1滴酒后体内仙力增加，随后便身不由主地沉睡过去。想到仙力，他立即内视，查看之下，其眼中露出难以想象的震惊。这到底睡了多久？体内的仙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应变后期大圆满的程度，只需意境感悟成功，便可一举达到问鼎生死的境界。这到底是什么酒？王林难以置信地看了一眼手中酒壶，兴奋过后，他在其上打下数个强力的禁制封印，放入储物袋内。接着他拿出水晶小令，阵阵光芒闪耀中，身影消失在了洞府之内。半月后，王林一路疾驰，终于回到了洞府外的第一处平台。这平台上空无一物，但以此刻王林应变后期大圆满的修为，与连续2个月破除禁制的提升，立刻在平台上察觉到了血祖留下的传送阵法。望着此阵，王林直接从怀里拿出姚希雪的4个储物袋，他右手一抹，便轻松将其中3个储物袋上的神识抹掉。就在王林准备一鼓作气把最后一个神识也抹去之时，忽然他神色一变，右手蓦然而止。他仔细地打量了这储物袋几眼，虽说表面看起来极为寻常，但当他要抹去其上神识时，却是立即有种心惊肉跳之感。王林缓缓收回右手，据他分析，恐怕此物之上的神识烙印是血祖的。沉默少顷，王林把这储物袋小心地收起，目光落在了其他3个上。此刻，即便是以他的定力，也不由狠狠地倒吸口凉气。第一个储物袋内竟然都是仙玉，而且其数量无法估计。第2个储物袋内有不下上千块血色的玉符，这玉符王林在与姚希雪接触的时候感慨颇深，一旦碎裂，释放出的血光其封印之力极强。除了封印之外，这血光更是可以起到强大的防护之用。第3个储物袋其内物品则是较为驳杂，除了一些小巧的首饰与玩偶，在一旁空间的角落有着一枚血魂丹和一个罗盘，而王林的目标正是这罗盘。他把罗盘内姚希雪的神识抹掉，留下自己的神识后，立刻便发现在这罗盘内有一个传送阵。他用了3天的时间略有改动，随后又把平台之上的传送阵加以变化。除了他之外，若有外人进入这传送阵，那么便会被再次传送回去。如此往返之下，必定会使得空间壁破碎，进入者卷入其内。做完这些，王林把罗盘内阵法开启，身影消失不见。古妖城军营千里外古山之上，一阵血光闪烁中，王林出现。他二话不说，身子化作一道长虹，直奔前方军营而去。然而就在其临近军营之时，一声低喝传出：“来者止步！”闻听此言，王林没有半点停顿，冷哼一声，从容踏步而进。军营内，上万黑甲妖兵此刻全部整齐地站在正中心，在他们前方有着一个身穿黑甲的大汉，在这大汉身边3个统领以及司马炎则是恭敬地站立。见得王林冲来，那黑甲大汉右手一挥，喝道：“闯营者，杀无赦！”但见他身后的3个统领以及司马炎直接冲出。4个统领他们中有3人修为相当于是应变初期，还有1人其修为应变中期。王林见状缓缓开口：“退下。”声音虽淡，可其内却是蕴含了应变后期大圆满修士的仙力凝聚。4人中除了那个修为应变中期的修士面色一变，其余3个身子皆是不由自主地停下。王林神色如常向前踏步而去，踏步间，在他前方那应变中期的统领立刻向旁边退开。至于其余3人更是心惊肉跳。这3人中属司马炎内心震惊更重，他甚至看都不敢去看王林。随着王林的脚步，前方1万妖兵纷纷散开一条道路，他们早就认出了王林。对于这个神秘的前统领，他们藏于心中的复杂与敬畏再次升起。几乎瞬间，在王林前方一条长长的通道出现，通道的尽头正是那身穿黑甲的大汉。最终在王林与此人只差20步时，这黑甲大汉额头泌出汗水，喝道：“王统领，你意欲何为？”“这是我的军营，你说我意欲何为？”王林脚步未停，继续向前踏出。黑甲大汉立刻感觉到全身好似被无数座大山压顶一般，他强忍着退后的冲动，喝道：“失踪1年多，早就被妖将大人罢免了统领之职。我的2个随从身在何处？”王林之前进入这军营之时，便神识散开横扫，没有发现13与虎袍2人。然而听得王林此话，一旁司马炎内心却是顿时一颤，他想到了13与虎袍的遭遇，心底连连叫苦，极为后悔。